如此，你爸妈在我手上。不是，快跑！去。惨，太惨了！惨不忍睹的惨！天道征信系统以信用衡量众生，以资产排运命运。姓名：姜木慈，仙籍编号：天道甲子00001，负债3万亿零时。灵气借贷通道已解锁，可借1000零时，是否确认？借了，撑死比饿死强。灵力灌注中。3、2、1。结果，表哥，他会气功。姜木慈，再不来你就白睡。放开我妈！给我打！你们上！是否开启信用评估？可将债主信用分降至负数。发生啥事了？哈哈哈！从今天起，我是你债主。检测到全程高利贷债权正在低价出售，是否开启抄底模式？管他呢，开启！3万亿是吧？全程高利贷够整一出大戏了。真是丢人啊！越算越惨。信用额度可兑换零时，1零时换1万元。当前可兑换10万零时，兑换后需30日内还清，逾期扣除先级信用分1000点，当前信用分1点。1000对1系统，我谁都不服，就服你。小江啊，你刘叔，房租再宽限2天。不是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儿子要结婚，彩礼30万，光头标的事儿都上新闻了，没想到你还是个能人。检测到有借贷需求，是否开启个人信贷业务？利率可自定义。刘叔，行，我就不收你利息了。你帮我查查全城还有哪些高利贷公司在抛售债权。你干什么？我要把城里的债买下来。啊，你拿什么买？信用。光头标就是信用没了才败的。你信用多少？3万亿。我去查债权。灵气借贷还款倒计时18小时32分，逾期将触发天罚，诛仙台重启，魂魄永久封印。又是诛仙台。可有遗言？陛下，我没有叛国，我只是发现了你操控信用评分的真相。行刑。发现又有何用？下去吧。贤弟，等老子回来！贤弟，这笔账咱得好好算。全城债权抄底窗口已开启，限时24小时，是否启动大规模收购计划？启动。升级需还清首笔灵气借贷，并完成10笔以上信贷交易。就是让我先刷信用分。先生，普通人不能入内。
我不是普通人。天道生线系统，不可能，这系统万年前就崩溃了。正是他，我是3万亿的债主。有意思，你来干什么？我要买下全城的债权。3折出售，33亿，你有钱吗？你的先机编号是多少？天道甲子00001。墨渊，8大家族之首，全城1半产业都是他的。你搞垮光头彪，他不会放过你的。那感情好，我正愁找不到债主。佣金1%，3300万，成交。喂，启动批量收购程序，目标全城债权，预算33亿，全部买下。12小时，得先去还个债。来得真快。是否开启战斗模式？每分钟消耗1000灵石，当前灵石余额8000。开。破军，几千年了，还是那么爱管闲事。就凭那破系统，还翻天了不成？正在查询墨渊先级编号天道甲子0007，信用分负8700。你比光头彪还惨。那又咋了？信用分是先帝定的，你那系统就是个摆设。行，你别挡我继续查。消耗1000灵石。检测到债主攻击，是否启用信用护盾？消耗2000灵石，可抵挡 S 级攻击1次。2000？你是强盗系统吗？信用护盾。把系统交出来，让你死得痛快点。想要，自己来拿。他在召唤仙门投影，仙界之力降临，这条街会变成废墟，我们也得死。仙门已开，你们无处可逃。债务转移成功。你瞎捣鼓了啥？债务转移，你现在欠我8700万灵石，可能那是先帝定的信用分。你那是天上，这儿是人间。你现在不能打我，不然就是暴力抗法。江木慈等着先帝和8大家族来收拾你，记得让他们带钱来。你还好吧？灵石余额0，灵气借贷还有5小时到期，我好得很哇。好得很，我这就去收他的房子。墨渊有32处房产，7家公司，2个矿场，总估值大约200亿，够还收购款了吧？够。不过这些财产属于墨家，想拿到就得先证明墨渊和墨家是同一主体。他不是家主吗？家主不代表资产就是他的。检测到债务纠纷，是否开启穿透式追偿？可追查信用基数100点，当前信用分1点。1点信用分扣100，要命！你打算怎么办？先卖光头标的债权，还灵气借贷。
光头彪的债权能收回5000万。5000万？我借了1000灵石，要还多少？卖2000万的。怒名账户，海外 IP。海外？不是海外，是仙界。仙界的人在用凡间账户交易。仙界的人为什么要买？问你呀，他们想知道你的资金来源和系统运作方法。那我卖给他们，不是送上门？你只卖了债权，又没卖系统，不碍事。但你要小心，墨渊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谁？8大家族里，比墨渊狠的还有7个。那我要加速了。信用分身？什么？就是能复制你的信用权限，让别人替你执行信贷操作。要的，领风骚式操作呀！我为什么要替你背债？佣金翻倍。成交。3万亿的负债，我也是醉了。是我爷爷。丫头，你绑了谁的信用？我看你是疯了，让他来见我。完了，我爷爷要见你。就你，天道征信系统选了你？哼，一个欠着3万亿的穷小子。系统选的我，不是我选的系统。你打算怎么还？把债主搞垮，债权收回来，信用体系重建。口气不小。你知道先帝手里有多少信用数据吗？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篡改了多少。前世就是因为这个被他推下诛仙台的。你把我孙女绑进去，就是给他找了一条死路。信用分身，债务共享，你以为我不懂？我没看条款。信用分身协议第3条，分身使用者与主体共享信用额度及债务，债务清偿前，分身不可解码。你怎么不早说？你也没问啊！够了！你既然绑了我孙女，就得对她负责。3天之内，把墨渊在人间的一处资产收回来。能做到，我帮你；做不到，我把你绑到诛仙台去。你不是凡人吗？怎么去诛仙台？哼！谁告诉你我是凡人了？你是仙界的人。退休了，但揍你还是够用的。3天之内收回墨渊一处资产，你有把握吗？墨渊那么多房产，收一个应该不难。不难，那都有阵法保护，仙兵看守。你以为是大街上捡瓶子？你有办法吗？找防守最弱的点下手。他在城郊有一座废弃的纸扎厂，那是他来人间时的第一个据点。纸扎厂？那不就是我的主场吗？这地方多久没人来了？3000年吧。纸人不像是被吹的，倒像是自己动了。生人止步。哟，这是鲁班的火纸术。墨渊也会扎纸，不过他这手艺不怎么样。你搞得定吗？我还有选择吗？又花钱。你什么时候扎的？昨晚闲着没事扎着玩的。数量不够。加。纸人海战术
我祖传的。你的纸人太脆了。话说太早。你快点！好了好了，别叫。扎纸秘术合体，去干翻他！果然，你的纸也是脆的。他不行了，快想办法！看谁撑得久。扎纸秘术天点，投降吧。好险！搞定。凡人，好大的人胆！这声音墨渊的录音不是录音，是残留的神识。动了我的东西，就留下来陪葬。检测到怨气聚合体，建议启用信用净化，消耗灵石5000，当前灵石8000。真是抢钱系统！有整啥幺蛾子？蒋木慈，我已告知先帝，他快要来收拾你了。唉，一仗回到解放前。先帝知道了怎么办？不怕，我有天道征信系。祖师爷的秘术，这是宝贝啊！这才是大礼包。墨渊那小贼真是胆大，敢偷到审计司头上。如今书找回来了，按规矩得上交。上交？我捡的就是我的。爷爷，是他从墨渊手里抢回来的，应该算他的战利品。欠3万亿，有什么资格说战利品？欠债不假，但信用能当钱花，您孙女知道。爷爷，他现在信用等级2级，能把整个地下仙坊买下来。买下来？你有那个本事吗？没有。审计司能查到仙界所有人的信用记录，我想看看。作为交换，我帮您讨回墨渊欠审计司的债。1万年前，天道实境系统崩溃，先帝趁机接管信用体系，审计司就没啥用了，我也退休了。你要是真能追回这笔债，我就给你审计司的信用数据切口。先帝，等我查到你的信用，透露个秘密，也不算是秘密。3000年前，也就是你被诛杀的那一年，有一笔巨款转入先帝私人账户，金额是3万亿灵石。3万亿，那不正是我现在的负债？对，他用你的名义借了3万亿，转给自己，所以你是替罪羊。先帝，这算盘珠拨的真响。别气，这只是我的推算，只有拿到数据接口，你才能证明它。先帮我去讨债，继续收墨渊的资产。那是当然。3天，只有3天。3天收完墨渊的所有资产，不可能。不用全收，只要证明他和墨家是一体的就行。找一个墨家名下的资产，但实际控制人是墨渊。那不就是他所有的资产吗？法律上不认，我需要证据。这本书里有一种扎纸术，叫追根溯源，很有帮助。走，去扎纸厂。干啥？那儿有墨渊留下的头发，找到他的精血，顺藤摸瓜。就是他了。你快点，霉味太重了。扎纸秘术
追根溯源，起！签字可以伪造，那这个呢？这个就够了。这2个戳足以证明。这下可以清算了。检测到仙界大门正在开启，距离500公里，2小时。先帝来后到达，应该是8大家族来的正好。试试秘术，需要材料 ：S 级鬼魂1个 ，S 级魔兽1个，1000年陵墓1块。小红旺财，院子里陵墓神将，正好。扎指秘术，神将进阶，呵！主人，系统交出来，留你全尸。又来一个会打算盘。那你是不交了？哼！小红旺，上！这是 S 级神将，不是 S 加。一群废物，不讲武德。是否启用信用震慑，可将债主信用分临时清零，使其灵力失效，消耗灵石1万，当前灵石余额3000。不够啊！用我的，我是信用分身，我的灵石可以用。我的灵力没了。你们的信用真归零了，灵力也就没了。回去告诉墨渊，他的资产我收了，他的债该还了。终于出现了，那是先帝的眼睛，随便他看。先帝天恒信用记录正在加载中，加载进度1%。先帝的信用记录终于能查了。先帝天恒信用分9099，账户流水3万亿灵石运为资金。3万亿，果然是他个老小子，害我背了3000年的黑锅。检测到先帝天恒在查你的账户。他慌了。你打算怎么办？先清算墨渊的资产，再找先帝算账，一个都甭想补。墨渊名下资产清算中，预计可回收灵石2亿，当前负债3万亿，已经在还了，别总提醒我是负债行不？有人一次性挂出200亿资产，谁这么大手笔？佳木斯，你凭什么查封墨家资产？凭这个，那是伪造的。你算老几，敢说伪造的？仙界审计司已经介入调查，墨渊欠审计司1亿2000万灵石，逾期3000年，这资产是抵债的。你是审计司的人？退休了，但追债的权利还在。等等，回去告诉墨渊，欠债还钱，不然他在仙界别想混了。里面有仙界所有人的信用记录，包括先帝。检测到仙界审计司核心数据，是否接入天道生信系统？接入。这72小时你可得小心。你能撑3天吗？撑不住也得撑，3万亿的债等着我还呢。灵气借贷额度已提升至1亿灵石，解锁新功能信用护盾群体版，消耗1万灵石可保护我方圆100米内所有有方之位。这功能来得及时。
江木慈，先帝有令，立即交出天道立信系统，否则杀！来得正，我正愁没人试新功能。江木慈，谁给你的狗胆，一介凡人也敢对抗先帝？当然是3万亿给的胆儿啊！你家先帝欠我3万亿，还钱，还完立马给信。不知死活！先帝的信用分3界最高，你有什么资格说他欠债？别扯没用的，欠条在这儿，那是伪造的。审计司的数据，你敢说得狠？杀了他！给我破！你的信用分多少？我看看。姓名金甲战神杨烈，信用分5000。才5000？我这护盾要8000以上的信用分才能破，你不够格。我就不信了！有点东西。护盾承受伤害90%，建议补充灵力，消耗5000灵石可修复护盾。哦，我看你能撑多久！小红啊，该你上。S 级神将，不过如此。那就加点料。杀指秘术，不灵。主人，我要打10个！这也太猛了吧！鲁班秘术，信用系统，绝配。江木慈，别得意，8大家主随后过来，看你能存多久。8大家主全都是 S 级以上战力，你怎么扛？找人帮忙。找谁？全城欠我债的人。谁愿意帮我对抗8大家族？谁的债一笔勾销？江先生，你说的是真的？帮你就免债？我江木慈说话算话，信用分摆在这儿，3万亿的额度，不差你这点。我们都是普通人，怎么对抗8大家族？不用你们打架，你们只需把欠我的债转给8大家族。债务转移，但债主不同意怎么办？信用分比对方高，就可以强制转移。我现在信用等级3级，除了先帝，没人比我高。债务转移功能已升级，可批量操作，单次最多转移100人债务。你们把债转给8大家族的人，他们信用分就会掉，战力就会降，信用分归0，灵力直接失效。那8大家族不就废了吗？对，这就是我的计划。墨渊已经垮了，还有7个 S 级战力，我们得想办法。硬打肯定打不过，但我们可以逐个击破。他们不会给你机会，肯定会一起上。那就让他们一起上，我一次性解决。你疯了？没疯，信用护盾群体版能挡住他们，我再让债户们转移债务，他们的信用分一掉，战力就掉。理论上可行，但需要时间，护盾撑不了太久，所以我要提前做好准备，把护盾强化到最大。信用阵法万灵归宗，需要100个人同时提供灵力，可凝聚成超强护盾，持续72小时。那正好撑到数据接入完成。对，只要撑过72小时，先帝的信用数据一曝光，他就完了。各位，按照我教你们的，把灵力注入灯笼，灯笼亮起来就别松手。信用阵法万灵归宗已启动，护盾强度 SS 级，持续时间72小时。这护盾应该能挡住8大家族了吧？还不够，我要再加点料。警告：此操作将消耗当前所有灵石，是否确认？确认。全城都亮了。现在8大家族进城，信用分直接开卖，看他们还怎么打。江木慈，
你找死！墨渊，你还敢来？欠我的8700万灵石还了吗？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城主，还有70个小时。我看你能撑多久？继续轰！夏木子，想想办法！正在想，50万灵石撑70个小时，不够啊！检测到大量灵力来源，方圆100里内有3000个债户，可临时征用他们的信用分补充灵力。征用，全部征用！江先生征用我的信用分，同意。不可能，这护盾怎么突然变强了？全城3000个债户都在帮我，你们8个打得过3000个吗？那就先杀了那些债户。一个！你能护住1个，能护住3000个吗？你可以试试。龟孙子，都给老子背债吧！启用信用反噬，将所有债主的债务临时转移到攻击者身上。你要干什么？副主，怎么成副主了？我的灵力没了。你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攻击债户，就是在攻击我的资产。攻击债主资产，信用分直接清零，这是天道征信系统的规矩，不是我定的。要的够狠，狠吗？接下来轮到你。阿伟，准备好背债了吗？啊！与他一起上！晚了。债务转移成功，8大家族的信用分已降低30%。我的灵力少了一半，正常。撤，先撤。跑什么？还有70%的债没转呢。他们跑了。跑不了，债还没还完呢。佳木慈，喝点参汤补补。还有多少小时？58。时间不多了，我得提前准备，把渣指数再升级。纸扎神将终极版需要3个 S 级灵体，1块万年灵木，100张千年符纸。3个 S 级灵体，上哪儿找？我有。我在审计司干了3000年，抓过不少 S 级罪犯，他们的灵体被我封印在地窖里。您老藏得够深啊！那是退休金，本来打算养老用的。红色是火麒麟的灵体，蓝色是冰蛟，绿色是风鸾。牛逼！见到上古神兽了，这都我当年抓的。系统，检测一下这3个灵体。检测到 S 级灵体质3，契合度99%，可用于纸扎神将终极版。完美！扎纸秘术，神将终极和。快出去！地窖要塌了！主人，我升级了，以后叫你小红蓝绿。能换个名字吗？先帝亲自来了。江木慈，3000年不见，你还是这么不懂事。陛下，3000年不见，您还是这么不要脸。放肆！朕念你前世有功，交出系统，朕饶你一命。
只要你把3万亿灵石还给我，我立马把系统还你。朕的信用分3届最高，从不欠债。这转账是怎么回事？伪造的。这是审计司的数据。苏万山，您老来说说。陛下，审计司的数据有天道法则加密，无法伪造。这笔转账确实存在。苏万山，你一个退休的审计司官员，也敢跟朕？我不是跟您作对，我是跟天道法则作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好一个天经地义！那朕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天。这力量比八大家族加起来还强。检测到 SSS 级信用攻击。SSS 级，挡不住啊！小子，这就怕了？撑不住了！别松手，撑住！补充灵力。剩余灵石0，后盾承受伤害80%。完犊子了！这一掌，朕送你去轮回。要杀他，先杀我！一个信用分身，也敢挡朕？不！乔木子，你疯了！交不交？不交。3秒钟后，全仙界都会知道您篡改信用数据的真相。你敢！先帝真的私吞了3万亿灵石，还篡改了我们的信用分，难怪我信用分一直上不去。骗子，大骗子！先帝天恒，3届最大失信被执行人。关了他，给朕关了他！打不碎的，这是天道法则。陛下，您的信用分现在是-9999，3届最低。按照天道法则，你的资产全部冻结，所有权限取消，你无兵带调了。陛下，这是真的吗？墨渊，你敢怀疑朕？不敢，但数据摆在这儿。叛徒！陛下，你冷静。都要背叛朕！这叫弃暗投明。陛下，您一个人对抗天道法则，对抗3届征信系统，您觉得能赢吗？江木慈，你以为你赢了，朕还是先帝，还是3界之主？不，您不是了。先帝天恒因严重失信，先帝资格取消，即刻起由天道申信系统代管3届信用事务，直至选出新先帝。不，朕是先帝，谁也不能取代朕！看你还嘚瑟！江木慈，你以为你赢了？征信系统崩溃过1次，就能崩溃第2次，迟早有一天它会再次崩溃。到时候，先帝的时代结束了。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恭喜，信用等级提升至4级，解锁新功能，建或重建天道征信杯。征信杯，征信杯，3届秩序。好，就这么干。你真的要重建征信杯？需要多少灵石？1亿灵石，100个 S 级灵体，1万张千年符纸。这么费钱？灵石够用。灵体和符纸就不好办了，找8大家族要，用先帝的黑账跟他们换。还得是您老啊！你找我们来什么事儿？跟你们做笔买卖。什么买卖？我手里有先帝的黑账，里面记录了你们7家在过去3000年里跟先帝做的所有交易，包括私吞灵石、篡改信用分、打压竞争对手。你威胁我们？不，是交易。你们每家给我10个 S 级灵体
1000张千年符纸，这些数据我就不公开。10个 S 级灵体，你抢劫？我这是合法追债。你们跟先帝做的那些事，按照天道法则，属于协助失信配置角，要承担连带责任。我算过了，每家至少要罚5000万灵石，10个 S 级灵体加1000张符纸，也就值1000万灵石。你们赚了。行，但你要保证，数据永不公开。成交。征信杯重建之后，3界会变成什么样？信用分高的可以借贷灵石兑换资源，提升战力；信用分低的什么都做不了，欠债不还的直接封印灵力。那不就是你现在的系统吗？对，但征信杯是公开的。征信杯建造材料已集齐，是否开始建造？预计时间72小时。开始。诛仙台，有人要复制先帝的操作。诛仙台是天道法则的薄弱点，万年前征信系统就是在那里崩溃的。有人想利用漏洞，再次操控信用体系。检测到诛仙台灵力异常，有不明势力正在注入信用数据，试图篡改天道生信系统底层代码。有人在改写系统规则，一旦成功就乱套了，必须阻止他们。我去诛仙台。你现在伤还没好，去了送死。不怕，我总得回去看看我死的地方。主人，诛仙台周围有很强的灵力屏障，我进不去。系统破解灵力屏障需要消耗100万灵石，当前灵石余额0。又没钱了。你花钱的速度比赚钱快。那就借。江先生，必须借。已筹集300万灵石，是否支付100万破解屏障？支付。冲进去！你终于来了。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非常了解征信系统。你想操控信用体系？不，我想摧毁它。万年前系统崩溃，就是我做的。是你？不是先帝。他只是个傀儡，我只是借他的手操控仙界万年。现在他倒了，我就自己来。你到底是谁？我是天道征信系统的第1任管理员，你们口中的创世神。无法查询此人。糟了，连系统都查不到的人，这次麻烦了。你不是创世神，创世神万年前就消失了。消失？我只是厌倦了管理3界，躲起来，看着你们被信用体系束缚，互相争斗，多有意思。你疯了！信用体系是你建的，你却亲手毁了它。建它是因为3界太乱，需要秩序；毁它是因为秩序太无聊，需要混乱。我就是这么善变。那我今天就让你再变一次。封印失败。系统是我写的，哈哈，你还想用它来对付我？乔木子，你以为信用分是力量？不，信用分只是我编的数字。我说谁信用高，谁就信用高；我说谁欠债，谁就欠债。那你的信用分是多少？我没有信用分，我不需要。不，你需要。所有进入者诛仙台的人都自动绑定征信系统。你做了什么？来之前修改了系统设置，把所有进入者都纳入征信系统，包括你。不可能！我是系统的创造者。抛弃了，现在的系统归天道法则管，不归你。灵力失效。对，你现在就是个普通人。
创世神大人，就用你的体系封印你的身体吧。你封不住我的，等下次。不会再有下一次。我要重建征信碑，加固天道法则，堵上所有漏洞。确认消耗所有材料，加固后，诛仙台将永久关闭，任何人无法再利用漏洞。确认。不，你不能封印我。不是我，是天道法则。你欠三界的稳定的信用体系，现在该还了。就这样封印了？自作孽不可活啊！什么？创世神2个小时前在37000个仙级账户中植入虚假信用分，这些账户将在72小时后激活，届时三界信用体系将彻底崩溃。老小子，临死还要拉垫背他，怎么办？必须在72小时内把所有虚假账户找出来，修正信用分。37000个，72小时，平均1分钟要找8个。找。这些虚假账户集中在仙界和人间交界处，这是想引起两界冲突啊！一旦这些假账户激活，仙界的人以为是人间在篡改信用分，人间的人以为是仙界在搞鬼，到时候三界大战，坚决不行！启用三界信用扫描，锁定所有虚假账户。扫描需要消耗500万灵石，当前灵石余额300万。再见。江先生又来借钱了，借。扫描。扫描完成，已锁定387个虚假账户，剩余36900个。才300多个，这归速度不行啊！扫描一次500万灵石，只能找到300多个账户，37000个，要扫描100多次需要5亿灵石。我现在欠3万亿，再借5亿，这辈子都还不清了。那怎么办？征信碑是天道法则的实体，扫描范围应该比手机大得多。系统能不能把征信碑当信号塔用？可以，但需消耗当前所有灵石，将征信碑与手机系统深度融合。融合后，征信碑将成为三界信用数据的中枢。融合，全显示出来了。37000个，分布在三界各个角落，72小时，一个一个跑，根本来不及。建议启用信用分身，批量派遣，每个分身可同时处理100个虚假账户。我现在有几个分身？当前信用等级5级，可创建100个信用分身，够用了。苏婉晴，召集全城债户，我要给他们发新工作。什么工作？信用分修正员，72小时内把三界的信用体系救回来。信用分身创建中，预计时间6小时。各位，我需要100个人，帮我修正三界的信用分，愿意去的，债全免。我去，反正欠了50万，这辈子也还不清。我也去，能帮江先生做事是我的福气。创建信用分身，绑定目标。信用分身已绑定，每个分身拥有主体10%的信用权限。我感觉自己变强了。你们已经有资格修正别人的信用分了。你们的任务是在72小时内找到自己负责的370个虚假账号，把信用分修正回来。怎么修正？找到虚假账户后，用金环扫描对方的仙级编号，系统会自动比对真实信用数据，然后一键修正。要是对方不配合怎么办？不配合，直接清零。万事小心，遇到反抗的，别硬拼，立刻联系我。开启分身定位系统，实时监控所有分身的位置和状态。定位系统已开启，在线率100%，100%。出发！速度还行。不行，按这个速度，72小时刚好修完，万一出事。有人出事了！3个信用分身已失联，最后定位仙界南天门。南天门？那不是仙界守军的地盘吗？守军肯定以为这些分身在搞破坏。我去一趟。
你一个人去，那是仙界的地盘。带上他们。所有人南天门集合！所有人南天门集合！擅闯南天门，死！我是来找人的。我的3个手下在这附近失踪了。那3个奸细，呵呵，涉嫌窃取信用数据，已经被我关起来了。窃取？他们是来修正数据的。你们赶紧走，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南天门守将赵铁，信用分3200。赵将军，你的信用分只有3200，在3界属于中下水平。你私吞军饷这一条就扣500分。你找死！启用信用震慑，目标信用分临时清零。灵力怎么没了？你信用分归零，灵力没了，谁也想试试？江先生，一个贪官，别跟他废话！把人放出来。江先生，他们把我们当奸细。赵将军，我的人是在执行任务，修正虚假信用数据，抓他们等于妨碍公务。我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放人。江先生，南天门周围至少有1000个虚假账户。1000个？创世神想干什么？我查到了，创世神想在南天门制造信用崩塌，届时仙界守军全部灵力失效，到时候人间随便什么人都能攻进仙界。你说的是真的？我骗你有什么好处？江先生，求你帮帮我们。我虽然贪了点儿，但我不想看到仙界沦陷。这货倒是挺实诚。帮你们可以，但要配合。行。开启南天门区域信用扫描。预计发现虚假账户数量1342个，修正需要12小时。12小时内南天门关闭，任何人不能进出。行，我亲自守门。8大家族，你们终于忍不住了。江先生，找到了一个假账户，是个仙兵，信用分被改成9990，实际只有500，立刻修正。我的灵力，原来我从来没抢过。500分也能变强，只要你老老实实修炼，不偷不抢，信用分自然会涨。南天门区域虚假账户守正进度67%，剩余442个，速度太慢了，加快。吃点东西吧，你都站了1天了。修正进度98%，剩余26个。快了。姜木慈，先帝倒了，创世神疯了，现在该轮到我做账。墨渊信用分负8700，黑衣人负2000、负9000、负1万10万，全是负分，哪儿来的？哈哈哈哈，西西拼上的，我已经帮他们改了，你那破系统查不出来。改分？墨渊也有这么多？检测到墨渊用了创世神的信用修改剂，临时修改的，只能维持24小时。自己看。墨渊，你骗我们！别中计了，他在挑拨离间。修改器只能改24小时，怎么说？我能帮你们把信用分永久修正回去，条件是跟我合作。别信，他就是想利用你们。你怎么证明你能永久修正？征信碑就在我家院子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做了什么？你的信用分现在是-10000，3界最低。天道法则，你将永久封印灵力。不可能！先帝说过，没人能封印我的灵力。先帝已经被收了，你还信他？江先生，我们愿意跟你合作。信用分能修正吗？能。天道圣境系统不是为了惩罚，是为了重建信用。你们配合修正虚假账户，信用分自然能涨回来。好，我跟你干。墨渊，抬头看看。你别得意，八大家族不会放过你的。哼，八大家族，笑话。你看，八大家族的领地周围至少有8000个虚假账户。他想干什么？制造假象，让人以为是八大家族在篡改信用分。一旦成功，他们就成了替罪羊。那就去修正掉。小红旺，速来！又是你！你来干什么？墨家有800个虚假账户，如果不修正，全部激活，你们的信用分会瞬间崩溃。凭什么信你？凭这个。这是什么？创世神植入的虚假账户，每个账户都绑定了你们墨家子弟的仙级宣号，一旦激活，你们的信用分全部被篡改。那我们的灵力全没。你为什么要帮我们？我不是帮你们，我是帮3界。墨渊已经废了，你们墨家现在群龙无首，如果信用分再崩溃，墨家就彻底完了。行，我们配合。行动！红色警告，检测到仙界核心区域有 SS 级灵力波动，疑似创世神备用计划正在激活，剩余时间36小时。老小子走之前还留这么多事儿。原来墨家这么多人的信用分是假的，不止墨家，3界都有。创世神用假信用分操控了3界万年。你真的会让信用分公开透明？对，以后谁的信用分高，谁就强；谁的信用分低，谁就弱。谁也甭想作弊。那我们墨家岂不是要弱下去？不一定，只要你做好事，不欠债，不骗人，信用分自然会涨。墨家领地虚假账户修正完成，共812个，剩余虚假账户20388个，剩余时间35小时。去下一家。你把墨渊搞垮了，现在来搞我们白家。其他6家已经配合修正完了，你在这说这话，他们好骗，我可不好。你们领地上有1200个虚假账户，35小时后全部激活，到时白家的信用分瞬间崩溃。胡说！自己看。行，你进来吧。我还是很佩服你的。佩服我什么？一介凡人欠着3万亿的债，还要嚷着要重建3界秩序，怕啥？反正已经欠了3万亿了。你这心态倒是挺适合做债主。纠正完成，共1245个，剩余虚假账户19143个，时间30小时。来得及。诛仙台，诛仙台不是被封了吗？检测到诛仙台封印出现裂缝，创世神的备用计划正在激活。警告！裂缝处有1万个虚假账户生成，还在快速增长中。1万个，还在增长。创世神到底想干什么？他想把整个仙界拖下水。所有人去诛仙台。当前虚假账户3万，预计6小时后达到5万个。6小时5万个，这速度太快了！你看，裂缝里有东西。这是创世神的创世阵，他在用诛仙台的天道法则碎片批量制造虚假账户。系统能不能破坏这个阵法？可以，需要 SS 级灵力攻击。当前小红旺战力为 S 加级，不足以破坏阵法。升级。
纸扎神将终极版，需要3个 IS 级灵体，1块万年灵木，1000张万年符纸。ISS 级灵体上哪儿找？你们每家都有吧？不给我也行。阵法破了，你们的信用身全完，灵力全失。到时候别说 SS 级灵体，连你们自己都得变成灵体。行，我给你7个 SS 级灵体，够了吗？系统检测灵体等级。检测到 SS 级灵体乘7 ，SSS 级灵体乘0，升级小轰到 SSS 级，需要3个 SS 级灵体加1块万年灵木加1万张万年符纸。万年灵木和万年符纸呢？万年灵木我有1块，但1万张万年符纸，这我有1000张，我有2000张。开始升级。扎纸秘术，神将终极，和！主人，我无敌了！别吹，先干活。再来！阵法强度降低60%，虚假账户生成速度下降50%。继续。阵法已破坏，当前虚假账户数量35000个，停止增长。总算停了，还有35000个假账户，28小时，来得及吗？来得及，但需要你们帮忙。怎么帮？每家出50个人。行。警告：检测到仙界核心区域有未知力量正在苏醒，灵力波动等级极高，疑似创世神本体。他不是被封印了吗？本体？他的本体一直在沉睡，就是一念之间毁灭3界的创世神。24小时后，创世神本体将苏醒，届时3界信用体系将被他彻底掌控。那时假账户刚好激活，他是想摧毁3界。有没有法子阻止他苏醒？本体在仙界核心，有天道法则保护，任何人都进不去。任何人？系统的主人呢？天道生信系统持有者有权进入仙界核心，进入后信用等级归0。信用等级归0，瞎忙活一场。你不能去，那样你就变回普通人了。创世神本体刚苏醒时最弱，不行，仙界核心有多层保护，等我们攻进去已经晚了。那你去也是送死。我去转让系统。你疯了！如果能让3界活下去，一个系统算什么？凡人，你来了。你知道我要来。我是系统的创造者，我知晓一切。谈谈吧。你以为把系统还给我，我就会放过3界？怎么？不行，信用体系只是工具，让3界互相争斗，自我消耗才是我想看的。你疯了！疯！我只是太无聊了。如今看着你们这些蝼蚁在规则里挣扎，烦透了，就让他们毁灭吧。你毁了3界，你自己也活不了。我可以再创。你们，永不见天日！开启护盾，消耗当前所有信用分，可抵挡 SS 级攻击60秒，是否确认？60秒，有啥用？没用，这个系统是我写的，它的上限我最清楚。下线呢？什么？系统的下限是0信用分，届时自动锁定所有功能，包括你的控制权。你要自爆信用分？对，这样你的计划就泡汤了。你敢？我可敢得很，反正欠着3万亿，不亏。住手！信用分最低就会变成3界公敌，所有人都可以随意攻击你。唬我？信不信由你。你这是自掘坟墓，你死了，3界没人能阻止我啦！
这老小子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那就干耗着吧。笑话，60分钟后三界毁灭，你一样得死。60分钟，够了。这玩意儿对付我，你也小看我了。不，是对付系统的。什么？检测到外部程序入侵，正在拦截，拦截失败，系统底层代码正在被修改。你慌了？既然系统是写的，我为什么不能改？不可能，你没有系统源代码。他有，祖师爷可是个大能人。你在删除我的管理员权限？对，从今天起，系统归天道法则管。系统底层代码修改完成，创世神管理员权限已删除，新管理员天道法则。创世神本体已消散，三界信用体系稳定，当前虚假账户35000个，剩余修正时间23小时。丫的，还有35000。创世神真没了。 35000，赶紧修正，赶紧修正！你不能让我喘口气。还有22小时。22小时内必须修正35000的假账户，否则信用体系还是会崩溃。我们白家出100人，我们红家出80人，我们黑家出120。够了，出发！出发！进度加快了，盼你很久了。老了，灵力够用就行，就和年轻人抢力气。纠正完成，体系稳定，征信杯全面启动。搞定了。你是催债还是催命？我刚立了大功，就不能免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无人能免。行，你狠得有理。反正有整个3界给我打工，还怕还不起？警告：检测到3界之外有未知力量正在接近。3界之外，还有更大的债主，还欠3万1道的债，何时是个头啊？谁让你当初借呢？不借能活？别急着哭穷，征信杯检测到异常了，这是3界之外的虚空。有几股灵力绕过屏障，直接渗入到了这几座荒山。这种渗透只有信用分极高时才能绕过屏障。对，对方信用分至少 SSS 级或者以上。疑似域外空间正在建立临时信用节点。这才消停几天，又来一波。烫死了！什么东西？这是临时信用节点，它的构造跟天道生信系统底层代码高度相似，但版本号完全不同。版本号不同？是更古老的代码。创世神写的？不是，比创世神更早。这说明系统诞生之前就有别的东西存在。征信杯初代欠3界之外的天债该还了。据记载。创世神建渗信杯时，运用了原始信用抵押，从3界之外借了一部分原始信用来当底料，一直没还。奶奶的熊，他还留了一笔天债。债主感知到了原始信用被再次激活，来催债了。谁还？我还吗？我凭什么还啊？征信杯与天道征信系统已深度融合，债务已经自动转化为系统持有者的个人债务，新增负债额度未知。我3万亿还没还完，你又给我加一坨未知债务。检测到域外债务将在48小时后抵达。48小时，够我去准备一份大礼了。域外债主要的是原始信用，不是灵石。只要把原始信用还回去，这事儿就了了。说的轻巧，原始信用是3界信用体系的基石，还给他们，征信杯直接就废了。那就用3界自己的信用资源替代那块域外资料。你说的倒是简单，3界还在恢复期，拿什么补？所有人平摊，把总量提上去，替代那块域外底料。我算过了，全3界仙级账户大概有1亿2千万，
每人嚷出10分，就能凑齐12亿信用分，足够替代原始信用了。10分？你知道10分对普通人来说要攒多久吗？我知道，但域外债主到了，如果不还原始信用，征信杯一旦崩溃，所有人都归零。10分换全3届的存亡，你说值不值？我白家同意。最后这5000万最难凑，那就从我自己头上扣。你现在信用分多少5级，信用分5万，扣完还剩49990万。原始信用替代完成，征信杯根基已转为3届自有信用，域外债主债务自动清零。搞定了！哎呦，我的老腰，终于能喘口气了。又要来，没完没了了是吧？域外债主本体距离3届边界36小时路程。域外债主能入侵，说明战力可能比创世神还高。他们要是动杯，就是动全3届的信用分。信用分就是战斗力，现在3届信用分是历史最低，对杯来说也是防御力度最弱的时候。他们是算好的。域外债主已进入3届外环，正在通过第1层信用屏障。走，去边界看看。那就是域外债主。检测不到对方信用分，但屏障承受的压力已经达到 SS 级。原始信用谁还的？我，欠债一还，还来干啥？我们看上的知信信杯，原始信算个屁！他们在强行破背。系统加固屏障，加固需要消耗3届总信用储备5%，将导致所有仙级持有者信用分暂时降低5%。先撑住再说。发动！你们撑不了太久，下次见。刚才域外债主的话你们都听到了，信用屏障必须加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3届信用总量暴涨。暴涨？怎么涨？信用总量是所有人的信用分之和，做一件好事就涨1分。全3届1亿2000万人，每人涨10分，总信用就多12亿，屏障强度直接翻倍。怎么让1亿2000万人同时涨分呢？搞活动啊！3届信用大考，谁能在1个月内把自己的信用分提升至少10分，免息接待额度翻倍。分成3个赛道：人间公益、仙界事务、跨界合作，每个赛道都有详细的加分规则。我以退休审计司官员的身份担保，这次信用大考全程由天道征信系统监控，绝对公平公正。白家参加，黑家也参加。3届信用大考已登记，全3参业者超过8000万，活动倒计时30天。半个月后他们再来，就是另一番景象。第1天就有超过1亿人次完成了单项任务，平均每人涨了1.2分。速度还行，但不够。域外债主随时都有可能来的，不会等我们1个月。域外债主再次冲击信用屏障，强度比上次高20%。来得忒快了。启用信用屏障临时增强模式，消耗当前3届信用储备10%。确认消耗，屏障强度提升200%，持续时间6小时。你一个人是守不住3届的。谁说我是一个人了？3届1亿2000万人都在守。你们这些人竟然心甘情愿为征信杯出力。他保护的是所有人的利益，你们懂什么叫信用体系吗？呵呵，我们不懂，我们是信用本身。你们是信用本身，要征信杯做甚？在原始信用上生长出的任何东西都带有我们的印记，征信杯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属于我们。现在征信杯上的原始信用已经换成3届。哈哈，自作聪明，3届信用是会变动的，有人作恶就掉分，有人战死就归零。征信杯现在跟着3届的人心走，脆弱的不如初代，你们就作死吧。这样看来，如果有人故意搞破坏，征信杯就废了。信用大考的所有项目必须由天道征信系统直接监考，任何作弊行为直接清零信用分。清零？太狠了吧！征信杯现在每掉1分，屏障就弱1分。域外债主还在门外等着，你们是想让他们砸进来？临时监控中心就搭建在审计司旧址，可以实时监控所有参赛者的信用分变化，一有异常直接介入。行，这次全3届都得认真起来，还得快。不对，你们看边缘数据，
仙界边缘区域没有涨，个别还掉了，是域外债主上次施压的地方。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荒野散修和小村落。信用大凯是全3界的活动，必须覆盖到每一个角落。系统能不能在边缘区域开设远程任务点？可以，但远程任务点的信用分转换效率只有正常区域的60%。60%也行，先动起来。小债主，咱不是不参加大考，咱这小地方想做好事没地方做呀。信用大考新增了手工1分，只要大家用灵纸扎出合格的小灵具，每个加1分，上不封顶。你们扎出的每个灵具都会被天道射信系统自动评估品质，合格的直接加信用分。我这算合格吗？评估通过，信用分+1。真的加了！哎呦，他还挺会哄人。主人带兵也是一流。3界是大家的，你这么拼，我心不静。3界信用的根基是人心，人心要是散了，征信杯就是个空壳。你已经把所有人都调动起来了。不够，只有让所有人都认为征信杯是他们自己在守护才行，那样人心才是齐的。信用大考第15天，平均信用分提升9.6分，3界信用总储量较赛前提升18%，不错，继续。对了，爷爷那边有了新发现，域外债主不止一个。难道是一支讨债的军队？这里每个符号代表一个独立的域外存在，12个，有的负责催债，有的负责破壁，有的负责收容。收容什么？收容被摧毁的征信体系碎片。他们经常先借出原始信用，等建好征信体系后再来收割。征信杯不是个例。征信杯被他们收走之后会怎样？初代征信杯崩溃后，3界混乱万年，就是被收割后的结果。如果12个域外债主一起上，3界屏障能撑多久？最多撑10分钟。我们得主动出击，分批打。打出去！这杯能定位域外债主的具体坐标，我们在屏障内侧攻击，让力量顺着边界打出去。你连他们等级都不清楚，这太危险了。试试就知道了。当前距离屏障最近的债主编号为赤，距离屏障边缘仅300里。就是他了。小红旺，对准坐标赤，打！敢打过来，胆子不小，可惜连我的护甲都没破。那我再加点料，启用信用穿刺，提升小红旺的攻击力度，消耗当前信用储备2%。确认消耗，攻击强化中。你竟敢伤我！我还敢多打几拳。小红旺，继续。他跑了。这下他们至少要休息几天，暂时不会来骚扰了。检测到其余11个域外债主12小时后抵达边界。你这一拳捅大娄子了，捅得直，证明域外债主是能被打伤的。他们一起压上来，我们怎么挡？今天大考第21天，3界信用总储量比大解前高了27%，屏障强度够撑6个小时。6个小时后屏障破了怎么办？6个小时就够打跑他们了。这是合击阵，7个人同时给小红旺输入灵力，小红旺负责出击。7个人合击能有多强？超 SS 级，直接打穿。3界的小债主，你打伤了我家兄弟，这笔账得好好算算了。你兄弟先动的手，我是自卫。
好一张利嘴，可惜征信杯在我们面前脆得像纸。那你就试试。这力量，小红旺打！老大，撤！快撤！主人，打中了。打得好，这下他们半个月不敢来了。爷爷配的补灵汤，喝了赶紧恢复。这味儿也太冲了，不喝行不行？不行，你都躺2天了，信用大考还有7天就结束了，你不起来盯着，苦死了。好啦，良药苦口嘛。爷爷说在边界发现了碎片。碎片，走去看看。这块碎片是玄被击碎后留下的残片，它的内部结构和征信杯的原始代码高度一致。创世神当年窃取原始信用的时候，顺带复制了域外债主的本体结构，所以征信杯和域外债主在底层代码上是同源的。同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征信杯可以反制域外借主。玄不是小红旺打散的，是他攻击的灵力频率正好与征信杯的底层代码共振，就是这种共振对同源的域外借主有额外伤害。太好了，让所有攻击都带上征信杯的共振频率，打域外债主就跟切菜一样。共振频率需要主动激活，激活后征信杯的灵力消耗会翻倍。只要资源够，不怕消耗。你这是在改造合击阵？对，把征信杯的共振频率编码进阵图里，以后任何人在这个阵图上合击，打出来的攻击都自带共振效果。你一个人能搞定吗？要不要叫7大家主来帮忙？他们灵力还没恢复，我慢慢弄就行。反正还有7天，不急。搞定。以后域外债主再赶来，我就用他们自己的频率打他们，看他们疼不疼。你这算不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打巨人的脸。各位，全3届1亿2000万仙级账户，平均信用分提升了24.8分，这是大家的功劳，你们都是守护3届的功臣。张先生，我们跟你干！好，大家好好攒信用分。这家伙正经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那些人喊你名字喊得我耳朵都聋了。他们喊我，我脑子里却一直在算3万亿的利息。出息。有新情况，边界外的虚空深处有波动频率跟生信杯的共振频率几乎一致。域外债主在模仿我们的共振频率。对，一旦他们破解了共振频率，生信杯对他们的压制效果就会失效。那我们就不能让他们破解，老方法不够用了，得换新的打法。换什么打法？在他们破解共振之前，再升级一次防御系统。你想怎么升级？这个东西跟征信杯的底层结构很像。这是生信杯的升级版。这种设计能让它的防御机制从单一共振变成多层共振，每一层频率都不同。域外债主要破解就得一层一层拆。那得多久才能拆完？拆完9层，3年都不一定够。3天。72小时改造完9层，你当这是铺积木？系统，计算一下征信杯改造所需工时。需7枚 S 级战力连续灌注灵力72小时，期间不允许中断，否则前功尽弃。也就是说，我们要连续干3天3夜。对，有没有人想退出？白家从不做半途而废的事。
洪家也一样。你什么时候能停？9层全贴完，第1层共振塔改造完成，共振频率更新。还有8层，你快点，我们撑不了太久。最后1层要用我的血来换。征信杯升级完毕，9层共振防御体系已激活。检测到域外债主正在冲击信用屏障，屏障完整度99%。屏障能撑住吗？9层共振够他们打一阵。屏障完整度97%，域外债主攻击强度持续上升中。叫我来。债主们，欢迎来拆。这是9层结构，拆吧，3年起步，上不封顶。域外债主新撤退前留下了1枚信标，坐标已锁定，是否主动跟踪？信标已激活，正在追踪目标，目标已锁定，原始信用节点，预计到达时间6小时。这是创世神当年借原始信用时留下的抵押物存放点。那里面是不是还有原始信用没被拿走？理论上是的。他在虚空深处，沿途设置很多阵法，谁去都得脱层皮。那就脱1层皮好了，反正债多不压身。小红旺刚经历大战，灵力还没完全恢复，带他一起，我研究研究怎么远程充能。小红旺，你还能撑多久？1刻钟。千里之马，这样你和征信杯就能连起来。征信杯会源源不断给你输送灵力。征信杯的灵力不会断吗？它会一边输出，一边从3界信用分里吸，循环利用。好了，充能问题解决，走，去抄域外债主的家。原始信用节点内部存储原始信用，总量约为1000亿单位。1000亿，搬回去3界信用分直接翻倍。入侵禁地者，格杀勿论。征信杯共振，开启3层。小红旺，杀进去！那是原始信用。检测到原始信用，纯度99.9%，可直接融入征信杯。我操，还有保护罩！水晶外层设有原始封印，信用分高于创世神本体才能破解。当那用什么？分符不足，鲁班书里有办法吗？征信杯就在家，我可太方便了。好了，原始封印已破解，可提取原始信用，预计耗时10分钟。小红旺，再撑10分钟。收到。小红旺。主人，系统启用征信杯远程防御，把所有灵力都转成护盾，快！确认消耗当前征信杯灵力储备，护盾启动。坚持住，还有2分钟。
原始信用提取完成，3届信用总储量提升30%。撤。你没事吧？我在系统上看到你那边打得好凶龙啊！没事儿，原始信用弄回来了，多亏了小红旺。你这趟赚大了，1000亿原始信用够3届屏障再加固一轮。可我的3外债务1分没少。原始信用进了征信杯，征信杯又是你的，你说怎么算？系统，原始信用属于我。原始已归征信杯，产权于征信杯持有者及您本人，可部分用于抵修个人债务。这1000亿能抵多少？按当前汇率，可抵债1亿010。1亿，只够还零头。1亿还嫌少，你之前1分都没还过，好不好？这就还。还款成功，当前负债29999亿010。你终于从零还款户毕业了，不过域外债主肯定会报复。怕啥？现在征信杯有了原始信用加持，9层供门直接升级成12层。你什么时候又加了3层？回来的路上，我用手机远程让系统自动优化了。我最近查到域外债主还有另一种入侵方法，根本不需要层层去拆。什么意思？这个符号代表渗透，就是从内部瓦解征信杯的共振结构。内部瓦解？怎么做？他们会找一个信用分特别高的人，把对方的信用分改写成和征信杯共振同频，那个人就会变成征信杯内部的一个裂痕。那就是我了。对，帮我定期查一下我的信用分有没有异常变动。你怀疑域外债主已经动手了？早点防着。凌晨3点，我在睡觉。0.5分不多，不过半夜变动就值得怀疑了。波动来源：仙界边缘未登录设备访问。他们在测试我的账户。有人在这里架设过临时信用终端，是境外债主动的手。他们已经能接触到我的信用账户了，只是还没成功修改。那怎么办？改密码。这是什么？创始神当初没删干净的系统初始设定。加密协议已更新，新协议与征信杯初始设定绑定，如非持有者本人操作，任何修改都将触发自动反击。也就是说，域外债主下次再渗透，会直接被征信杯反击。对，他们想用我的信用分当裂缝，我就让裂缝变成陷阱。你这次回来，感觉比之前更累了。我感觉这几次的交锋，域外债主都是在迷惑我们，他们最终是想吃掉整个信用体系。到那时，3届所有人的信用分都会清零，战力归零，再也没人能挡得住他们。那怎么做？被动防守只会等死。我的加密诚意只能挡1次渗透，域外债主被反击后会意识到自己暴露了，一定会直接进攻征信杯。12层共振防御够他们喝一壶的吧？12层只能拖，想要打跑他们，得把他们的信用分打穿。域外债主的信用分根本查不到，怎么打穿？查不到，那就绑一个来查。抓一个域外债主，活的，绑到征信杯上，强行接入3届信用体系。你们这是要决战？不，我是来你的。狂妄！征信杯锁定心，把它的灵力波动单独放大。锁定成功，
新的灵力波动已放大，可用信用分身捕捉。区信用分身，也想困住我？正信杯，把新的灵力波动调频到和我的信用分一致。调频成功，新的灵力已与您绑定，您信用分受损，它也会同时受损。你拿自己当人质？我欠3万亿都活得好好的，还怕跟你绑一块？别松手，拉回来！果然同源。系统强行接入3界信用体系，正在接入，接入成功。域外债主新，信用分过低，无法评级。99999，比墨渊还低。负到极致了，灵力却还在，说明他们的战力根本不靠信用分。不靠信用分靠什么？分析中是原始信用寄生体，寄生在正信杯同源代码中，正信杯无法对其造成属性压制。也就是说，正信杯的共振防御对他们本来就没用。如果共振防御根本没用，那12层跟1层没区别。不是没用，是不能直接伤害他们。共振能让他们难受，但打不死。那抓回来的这个心到底有什么用？我可以从他身上提取出原始信用的运作规律，反过来理解域外债主的弱点。对，鲁班书里有过类似的记录。以敌之血化敌之斧。所以接下来我要解剖新的能量结构，找到他体内寄生原始信用的核心在哪。你解不开的寄生核心藏在我们12个的集体意识里，单个身上只有碎片。碎片也行，拼起来就是整张地图。提取碎片需要多久？不好说，碎片藏在能量核心里，我得一层一层剥。拿到了一个，下一个得换一种频率剥。你要剥完所有碎片得剥多少次？至少12次。每个债主身上有一块核心碎片，新的多一点，剩下的得从其他债主身上拿。你还想再抓一个？抓一个都费了老鼻子劲，再抓一个我这条命就交代在边界了。我想办法通过征信杯远程提取，只要他们在边界外活动，我就能通过共享频率偷渡碎片。缺太多了。明天我试着远程提取其他债主的碎片，你去边界帮我盯着。没问题。有你在后面撑着，我还挺放心的。少贫嘴，快去睡觉。锁定域外带主离的能量波动，正在提取碎片信息，提取进度12%。稳住了，别惊动他。他没发现吧？没发现，他动了，碎片提取被中断了。目标进入虚空暗区，信号丢失，信号丢失。龙宫加一起才40%左右。慢慢来，你今天已经成功了一次，还差一大半。剩下的债主大部分都在虚空深处活动，信号太弱，偷不到，得把他们引到边界附近来。可以用心当诱饵，正信杯可以模拟新的能量波动，只要波动频率一致，他们分不清真假。要是他们发现是陷阱呢？那就变成真陷阱。等他们靠近，我用正信杯直接一次性提取所有碎片。他们会发现吗？快了。心，是你回来了，不对劲儿。
被识破了，系统强行提取碎片。强行提取中，47%、66%。屏障撑不住了！还差最后3块。木子，这边裂了！把提取到的碎片直接传输回深信杯。现在，同步！碎片传输中，传输完成。主人，快走！深信杯，全部共振频率调至最高，去攻击新体内的寄生核心。你找到了我的寄生核心，心碎了。你赢了。不算赢，他们只是短期内不会来了。这张图已经能看出核心结构了。域外债主的寄生核心集中在虚空中心的一个点上，所有债主都连接着同一个母体。母体就是玄？不，玄只是母体派出来的执行者，真正的母体藏在虚空更深处。新的碎片有它的能量频率，把这个频率录入征信杯，这样就可以锁定他们的母体位置了。能量频率录入成功，母体定位已锁定，但坐标位于虚空极深处，超出当前可探测范围。等他们靠近的，我必须在下一波到来之前，把征信杯的防御再升一个级别。升级需要什么？做18层共振，不过要先把征信杯和原始信用节点重新连接一次。上次那个节点不是已经碎了吗？碎了一个，我在新的碎片里又看到了仙界地下深处和人间海洋最深处的节点坐标。仙界地下和人间海底，他们早就在3界内部埋了备用节点，我猜创世神当年根本没还原始信用，只是把抵押物转移到了3界里面藏起来。创世神留了一屁股烂账，全让你来收拾。不然怎么叫负债3万亿呢？仙界地下的节点危险，还是人间海底的危险？都危险，但人间海底那个更棘手，没有小红旺帮忙，光靠我一个人潜不下去。我跟你去。你信用分才多少？信用分12000，够开水下护盾了。再说，我好歹是你绑的信用分子，你一个人挂了，我也得挂，不如一起去。行，那明天出发。15天刚好够我跑一趟海底。如果拿不到呢？那就拿命换，反正债没还完，我死不了。你确定坐标在这儿？下面这么黑。节点就在正下方3000米。这深度已经超过仙兵能承受的极限了。别慌，我的信用护盾撑得住。不好！闪！质押物不能取走。它是原始信用自己凝聚的守卫，打碎它就会触动母体的感知。那怎么办？用真信杯的共振频率跟它沟通。持有杯？对，我是征信杯的持有者。原始信用本就应该归杯管，你守错地方。指令是创世神下的。创世神已经没了，现在3界信用归天道法则管。
原始信用应该回归征信杯。验证通过，准许提取。这么多，发了3万亿的利息，有着落了。原始信用提取中，预计耗时30分钟。警告：提取将产生强烈能量波动，可能被域外债主母体感知。还有多久？20分钟。还没有东西下来了。是母体的监视仪，来得真快。护盾撑得住吗？暂时还能撑。提取进度52%。征信杯，把那老东西的灵力频率锁住，干扰它的瞄准。干扰成功，目标锁定偏移15度。还有多久？系统，把所有提取中的原始信用直接转成护盾能量，现在！提取完成，节点原始信用已全部导入征信杯，当前3届信用总储量提升20%。撤。他没追。他只是监视，母土已经看到我们了。这下征信杯能升级到18层了。警告：母土能量波动急剧上升，总攻可能提前。母体已经盯上我们了，仙界地下那个怎么办？仙界地下那个我去。你一个人，小红旺带上。地下那个在审计司旧址正下方，当初是创世神藏进去的，人多反而容易触发陷阱。让他休息吧。我跟你去，审计司旧址我熟。好一股墨水味儿啊！这些符文是改过的，跟征信杯底层代码不完全一样。这是用征信杯持有者的血才能开，会不会有诈？梦渊，我是墨渊残留在节点中的灵力残影，奉命看守此处的原始信用。创世神部的族是，持有者若强取，我会引爆此处所有原始信用，让仙界地脉崩塌，3界震动。你会同意的。你看清楚，征信杯现在已经不是创世神留下的那个破版本，原始信用回归征信杯，才是天道法则的旨意。你守在这儿，是逆天而行。天道法则。墨渊，你活着的时候被创世神当枪使，死了还要被他当所用，你甘心？甘心。原始信用接收中，征信杯升级至18层，防御体系完整。警告：母体能量已进入3界边界外环，72小时后抵达。主人，我醒了，醒得正好，大的要来了。18层能把他们打多久？至少能撑48小时。母体不能亲自动手，得靠那11个执行者打头阵。最新扫描数据，除了那11个，还有一个更小的，从未出现过的能量点，跟在他们后面，被刻意隐藏了变动。它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之前所有记录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像是新诞生的，或者一直沉睡，被这次总攻唤醒了。不管是哪种，它都更棘手，因为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征信杯能扫描到它的能量频率吗？检测失败，该能量不属已知信用体系。他不是用信用分来作战的，不是用信用分作战，那征信杯的共振防御对他无效。不只是无效，它像是专门针对征信杯设计的。为什么要藏着？就是用来对付我们。怎么办？那18层不成纸糊的了。征信杯挡不住，我来挡。它不在信用体系里，我在，
只要他进入三界，就必须遵守天道法则。你是说你要用自己当诱饵？对，我在征信碑前面等着，只要他攻击我，就等于攻击三界仙级持有者，天道法则自然会介入。那你可能会被打穿，怕什么？我欠3万亿，债没还完，天道法则得保我。母土加速了，预计2小时后到达。来就来，正好试试18层的威力。稳住！别乱！来了。征信碑持有者锁定，清除。主人，无效，我不属于这个体系，此物伤不到我。你是不属于信用体系，但你已经进入三界了。凡进入三界者，自动归天道法则管辖。系统，把我和征信碑的绑定，以天道法则的名义临时覆盖到他身上。他跟我是同一个体系，临时覆盖成功。灰色人形以天道征信系统数据库里正在生成信用档案，档案生成完成。我被接入了。你现在是信用体系的一部分了，信用分为0，你无权主动攻击任何仙级持有者。我被限制了。小红帽，答。下次你受伤了。小事，征信碑怎么样？征信碑承受能量冲击超过三界历史最高纪录。你刚才直接把对方的信用档案给生成了？天道法则认死理，只要进了三界，管你是什么东西，都得有张信用分。今天差点就打穿你的护盾了。那玩意儿纯粹是能量，要不是天道法钻个空子，我真挡不住。母体这次试探是为了收集征信碑的防御数据，下一次总攻灰色小人会带着反制你的新能力来。那就让下一次晚点来。自主进化模式已启动，征信碑将实时分析战斗数据并自我迭代。还有36小时，时间够吗？不够。我刚在审计司旧档里找到这个童话。把他们的攻击变成信用能量反馈给征信碑，相当于越打越强。布阵需要5个 S 的米胶战力同时维持，7个家主，上5个，2个替补。这玩意儿真能把他们的攻击转化成信用能量？创世神人品不行，留下的技术还是靠谱的。母体能量波峰再次升高，预计15分钟后抵达。开始计时。征信碑进化进度15%，我们要撑到它到50%以上才行。你的临时接入已经被母土排除了，那就试试新的。阵图运行中，转化效率23%，征信碑进化进度加1%。他在吸收我们的能量。你们打得越狠，它进化的越快，哈哈哈！停止攻击，等待指令。它又停了。不慌，我们的阵图还在运转，圣信碑还在进化。自助进化速度提升，32小时后完成进化。征信碑持有者，你偷走了我12个孩子的碎片。现在还想把我的信用也据为己有？那是原始信用，本来就是三界的。你当年借出去，现在该还。借？呵呵，原始信用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你们这些蝼蚁，不过是借用我的血肉搭建了自己的秩序，现在连秩序都要与我为敌，挡不住！88了，撑住！没用的，用我的东西来反抗我，可笑！咋办？我来，系统，用我全部信用分作为最后一轮净化燃料。警告：此操作将导致您的信用分归零，并产生3万亿临时债务的等额追加利息。你疯了！天道法则会保我不死，但3界的人不同，他们会死的。你用你自己的信用喂他，有何不可？我是3界第1大债主。荒谬！你一个人怎么可能？你怎么这么傻？傻人多福，这不又送我点负债？当前负债59999亿零时，信用分零，征信杯净化完成，当前层级19，值了。征信杯最后一击的波动传得很远。丫头说的对，我发现了比虚空深处还远的地方。这是什么？这些符号是比母体更古老的记录点，它们被19层的高能量频率波唤醒后才开始出现。难道母体只是第一道门？这个符号的结构跟征信杯的底层代码有至少3成相似。3成？怎么说？征信杯的设计可能借鉴了更早的东西。创世神已经是万年前的存在了，比他还早，那得是什么级别？不知道。比母体还多？不急，他们这么慢，我们有时间查。你信用分归零，灵力都没了，还能做什么？系统还在，征信杯还在，3界的信用体系还在运转。我虽不能打了，但能管账。我是最大的债主，也是信用体系的实际掌控者。我就是不动，指挥，一样能守住3界。你就傲娇吧，6万亿啥时候还上？急个啥？时间还长呢。他们已经停在这里3天了，不进攻也不沟通。他们的底层代码是征信杯的原型。那他们是原始信用真正的主人？你们是来收回原始信用的？不，我们是来确认的。征信杯现在能承载比原始信用更高级的东西。什么东西？3界之外的秩序。你守护的3界太小，19层生信杯的威力远远不止这些，只是需要人去扩展。你是最好的人选。你的负债已经转移，自己看。欠灵石变成欠责任，够狠！我的天，这得费老劲儿了。怕啥？斩饭都是还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咱们一起去建设虚空深处的原始区域吧。一起？对，债主多了不压身。你打算怎么还？慢慢来，先稳固，再派信用分身去虚空边缘建前哨站。债再大，也怕认真的还。标记。走吧，干活还债。那地方连灵气都没有，怎么建前哨站？用信用分建。3界信用总储院分出一部分当建材，
在虚空里搭个信用基站。那玩意儿能扛住虚空压力？19层已能扛住母体级别的攻击，虚空压力算什么？基站建成后，信号就能覆盖到虚空边缘。以后域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对，而且基站本身也能当跳板，为后续向更深处扩展做准备。你去还是我去？我欠的债，当然我去。先打基础，等稳定了再往上盖。我跟你一起。你留在这边盯着数据，两边得有人呼应，不然基站断了连，我们连回都回不来。走，去给新债主打个招呼。前哨几站及框架已完成，当前覆盖半径10公里，灵力浓度极低，建议尽快建造灵力转化装置。转化装置？哪来的灵力转化？什么东西？你踩到我的地盘了。系统，查一下他的信用账案。该存在未接入3界信用体系，无法扫描。这里是我们虚空原住民的地盘，征信碑的波动吵到我们睡觉了。虚空原住民，你们跟域外债主是一伙的？域外债主？那群寄生在原始信用上的寄生虫也配叫原住民？那你出来干什么？打架？不，我只是提醒你，征信碑的编动正在唤醒一些不该醒的东西，母体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比母体更麻烦的，多的是。征信碑每往外扩1寸，就有一种古老的存在被吵醒，有的脾气好，有的脾气坏，我们算是脾气最好的。我们在这儿建个信用基站可以不？你不打算后退？债都欠了，哪有还一半的道理？基站我建定了，这样给你们留个接口，把你们的能量也输入征信体系，这样征信碑的编动频率就可以调整，不吵你们。你是我见过最不怕死的。债多不压身，习惯了。好，就按你说的办。其他原住民我回去说。主人，他能信吗？他们起码是讲道理的。调整完成，基站当前覆盖半径15公里，灵力转化效率提升20%。行了，地基稳了，接下来就该往上盖楼了。前哨几站1级主体已完成，当前功能：信号中继、低效灵力转化，监控范围半径50公里。灵力转化效率太低，得想办法从虚空里直接抽能量。虚空引灵阵可将虚空中的游离能量转化为灵力，效率是普通转化阵的3倍。需要什么材料？要一块原始信用碎片当阵眼。之前母体被打散时，应该有碎片散落在附近。走，捡垃圾去。不好！原始信用碎片会自己孵化，那还找什么阵眼？又来。
征信杯把共振频率调到虚空原住民的虚空模式。已调整，当前共振频率虚空共振模式。真信杯，你踩到的是我们的猎场。你们也是虚空原住民，灰色雾影没跟你们说？那群胆小鬼只会退让，征信杯的光吵醒了我们的猎物，猎物跑了，我们没吃的了。你们是猎人，要么把光调暗，要么把猎物赔给我们。这样吧，这几站可以探测大范围的能量波动，我帮你们定位，你们去捕猎，井水不犯河水。你给我们提供坐标？对，你们负责动手，我负责指路，这样你们吃饱了，我的基站也能安安稳稳继续盖。成交。灰色雾影说的对，你确实很不怕死。主人，你又要养一批新债主。债主多了路好走，反正都是欠。走吧，回去给他们做个能量波动追踪器。听说又有原住民找上门啦？来了2波，一波我帮他们吊瓶，一波我给他们当雷达。你当雷达？各取所需嘛。对了，三界这边没什么异常吧？一切正常。不过爷爷说他找到了一张更古老的星图，上面标注的位置比3个原始幻影还要远。回来再细说。还有，那3个原始幻影偶尔发出有规律信号。什么信号？进度什么的。对，他们一直在监视你。基站至少还有2个月才能建成3级主体，他们不急，我也不急。对了，小红旺还适应吧？他适应的比我好，整天泡在引灵阵旁边，灵力都快溢出来了。那你早点歇，别熬太晚。主人，信号的事你不担心？担心有什么用？他们不急，说明在等我把征信杯扩展他们满意的程度。那之后呢？做好当下，反正债没还完，我哪儿也去不了。那是什么？应该是基站自动发出的探测波，被反射回来。这个反射点离这儿至少300公里，是什么呢？是原住民。原住民的能量波动不会被反射，只会被吸收。主人，那边有东西在靠近。系统，分析一下它的结构。扫描中，该物体为古代信用记录载体。牛叉，竟然比创世神还早！该物体可能为初代征信杯崩解后的碎片之一。这感觉像站在冰山上。已提取部分可动数据，总结这是天道原始印记记录的初代征信杯运营日志。天道是天道本身。初代杯运行第7200年，检测3次界信用体系出现结性偏差，现关闭初代杯，启动重构计划。初代杯是天道自己关掉的，不是创世神搞崩的。为什么要自己关掉？这个偏差就是创世神利用的那个漏洞。天道关掉初代杯是为了重建一个没有漏洞的版本。重建途中，创世神偷了原始信用，自己搭了个半成品。警告：该碎片内部残留高浓度原始能量，72小时后将被激活。系统，该碎片为初代杯核心组成后会怎样？部分激活后将自动接入当前征信体系，可能引发体系冲突或代码覆盖。那现在的征信杯会被初代杯的旧代码改写？是的，旧代码中存在漏洞，一旦覆盖，漏洞将重新出现。得把它带回3界，用19层共振压制它的激活进程。
太重了，拖不动。我来调取真信杯的远程引力。小子，你遇到麻烦了。这东西得运回三界，太重了，拖不动。我们帮你拖，你给我们提供一次精准坐标。成交。记住，兑现承诺。这什么？初代征信杯的碎片。压制模式启动，征信杯自动感应到它了。激活进程已停滞，碎片代码解析中，预计48小时完成。建议在此期间持续保持共振压制。这份日志比创世神上任还早3000年。什么叫结构性偏差？这些就是征信体系的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比如，信用分原本应该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行为和信用历史，但后来变成了可被外力扭曲的漏洞。外力扭曲？对，现在要么把它彻底融合出19层上信杯，要么就得把它的核心代码清空。哪个更安全？融合更彻底。我们手里还有一部分原始信用储备，可作为媒介。清空的话，碎片会崩解，能量失控的风险大。那就融合，你有把握？试试，反正债多不压身，失败了也就是再多一笔。你这心态倒真适合干这行。系统启动融合程式，以19层征信杯为主体，将初代杯碎片并入当前体系。确认启动，融合预计耗时6小时，过程中征信杯部分功能将暂时受限。感觉怎么样？融合成功了。今晚的月亮真好看。初代杯漏洞已排除，总算完了。怎么了？他们果然一直在看着。圣信杯已经具备了向外扩展的硬件基础。你们想让我扩到哪里去？虚空深处有3个已废弃的信用节点，需要重新激活。激活有什么好处？全部激活后，正信杯的信号将覆盖虚空核心区域，届时你能监测更远的能量动向。3界的安全性将提升至原来的20倍。20倍？激活需要什么？每个节点都需要注入3界信用总储量5%的信用能量。征信杯当前储备刚好够用，用完后储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一个一个来，万一你们给的坐标有坑，我也不至于把全部家里都给进去。合理。主人，先建哪个？这个离基站最近，万一出事还能退回来。远程连接已建立，目标节点正在响应，12小时后抵达。这次不会又跳出什么原住民吧？跳出来就谈，谈不滚再打。节点激活中。你来了。你是原住民，我是来帮你。你为什么要帮？这平台沉睡太久，激活它对整个虚空网络都有好处，不只是对你们3界。行。继续。进度80%， 95%，激活完成。
征信杯刚刚自动多了一层新的光纹，系统显示为虚空连接层。你那边有什么变化？第一个节点激活后，征信杯的信号覆盖范围会增加3倍。还有2个。第2节点坐标已锁定，预计形成时间36小时，建议补充灵力储备后再出发。走，还有2个债主等着我们去敲门。这是什么地方？这结晶不对劲，像活的。它在冒烟。好家伙，还有欢迎仪式。初代碑残灵印记，识别码已损毁，此地封印之物，非持有者勿起。我就是持有者啊！反噬。激活节点的时候可能会炸。征信杯远程连接第2节点，压制能量溢出。主人，压不住！把征信杯的共振频率调到和晶石内部荧光一致。核心能量已稳定，激活程序启动，预计耗时15分钟。好险，差点就在虚空里放烟花了。主人，有东西跑出来了！你终于来了，我认识你手里的杯。你认识我？我是初代杯崩解时被锁在里面的碑灵碎片灵者。那你应该在初代杯里才对。创世神强行剥离了碑灵的7成碎片，锁进虚空各个节点，就是为了阻止征信杯自我修复。我把你带回征信杯，你能恢复多少？我这一块很小，只能补上征信杯早期记忆的缺口。激活完成后，我会被吸入征信杯，我体内残留着创世神的封禁指令，会和征信杯的底层代码产生冲突。会怎样？征信杯会重启，重启期间所有信用功能暂停，短则几小时，长则3-5天。虚空信用网络会断吗？会。现在暂停还来得及。灰色雾影、黑色幻影猎人、赤色原住民，虚空信用网络暂时关闭，最长不超过5天，期间的履约不计入信用分变化，网络恢复后重新计算。准备好了。灵城碎片已接入征信杯，征信杯正在融合旧代码。警告：检测到底层代码冲突，征信杯将于15分钟后进入重启状态。辛苦啊，赶紧坐下歇歇。收到道消息，这里还有一块比凌晨更大的碎片，虚空更深处。比第3列点还远一点。
那你又要跑一趟？等他重启完再说。这几天你好好歇一歇，征信杯一恢复，你可就不一定有空歇了。你在想什么？征信杯重启之后会不会有变化？你觉得会有什么变化？我猜可能会找回一些连天道法则都不知道的功能，比如可以识别人的信任度。重启完成，新增功能：信用记忆回溯。岂不是可以看到所有的圣信记录？不，只能查看他们接入征信体系之后的记录。这是初代杯的核心功能之一。征信杯恢复运行了，虚空信用网络已重新激活。07，三方原住民的信用分还在吗？冻结期间无变化，恢复后从原数值继续计算。新功能能看到我们过去的行为，能看到，但接入征信体系之前的记录我看不到。那还行，我这边没问题，继续守约。初代杯崩解时被拆成7块碎片，第2节点1块，灰白区域1块，另外5块呢？另外5块被创世神融进了自己的信用体系里，先帝天恒的那套系统就是初代杯碎片的拼凑物。那我干掉先帝接管征信杯的时候，那些碎片去哪儿了？先帝体系崩塌时，那5块碎片散作到了3界各个角落。我可以帮你定位，但需要时间。不急，先把虚空的基础刨稳，再回头收拾3界的老账。3界的老账，有一笔你特别注意。什么？有一块碎片。恰好记录你前世债款的原始凭证。你是说我有机会自证清白？对。这一块碎片埋在人间灵山深处，位置离你前世坠落的诛仙藤山脚不远。那地方早就荒了，荒了不代表没东西。诛仙台周围的土地灵力异常，但没人深挖过。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先处理虚空那边，再去挖这块碎片。灰色派系累计属约47日，信用分17；黑色派系累计属约47点，信用分11；赤色派系累计属约47点，信用分0。为啥赤色还是0分？我们没动地盘，也没跨界捕猎，守约算1分，不动算0分。信用分不是用来比的，是记录行为的。赤色派徐的0分不是贬义，只是代表你们选择不行动。行，那接下来呢？继续守约，等信用分慢慢涨。满3个月，我会根据数据调整信用分奖励规则，得分多的奖励就越多。你在犹豫？犹豫什么？你看了3次地图上诛仙灵山脚的那个2点，你在计算时间和风险。观察员果然什么都盯着。我的职责是记录，你前世的债款凭证越早取回越好，时间拖得越久，碎片被虚空能量侵蚀的风险越大。那就明天出发，先去诛仙之山脚挖那块碎片。我会替你看好第1节点。碎片就在那块石头正下方。小红旺，把石头搬开。
这洞是人工挖的，谁来过？不知道。洞内有微弱的仙力残留，30年内有人进去过。就这个，就是它。它看起来跟普通的石头没啥区别。你把它接入征信杯，征信杯会自动解析碎片内部的数据。解析中发现早期信用凭证记录，匹配仙籍编号天道甲子00001，关联债务记录生成时间3000年前，记录状态待验证。待验证？什么意思？数据加密。需要征信杯的完整权限才能解锁验证。那我现在19层权限还不够，你得把征信杯升级到20层，才能解锁这块碎片的全部数据。20层，那又得去虚空里再找点什么东西来喂它。灰白区域的碎片就是升到20层的钥匙。确实是初代杯的原始凭证层。凌晨说的对，必须升级。你什么时候去找大碎片？从基站出发到灰白区域，来回至少要10天，算上中间可能遇到的干扰和原住民交涉，保守估计15天。灰白区域没有原住民，那块区域不属于任何已知派系。那儿的虚空能量流速比别处快3倍，你们要注意能量潮汐。你不在，征信杯再出问题怎么办？我让07盯基站，凌晨盯着征信杯本体，两边都有人，不乱。你想的挺周全。欠债的人能不多想吗？想少了，利息就滚得没边了。你离开期间，我会每天上报1次数据。如果出现异常，我会直接联系苏婉。行，几站交给你了。主人，那地方有名字吗？凌晨叫它灰白区域，但我觉得它迟早得有个正经名字。主人，往哪儿走？能量潮汐比凌晨说的还猛，你先落地，别悬着。警告：该区域内灵力导航失效，这么软啊！建议使用近信杯共振频率。主人，有力量，再把我往下吸。坚持一会儿，碎片应该就在前面5公里处。什么东西？持有者验证，请出示。我是姜木慈，深信杯现任持有者。验证通过，碎片在前方，但封印未解。谁下的封印？创世神。碎片的最后一层封禁，只有债款原始凭证的持有者本人可以解开。这不绕回来了？我得先解锁碎片，才能验证债款凭证。但要解锁碎片，又需要债款凭证持有者本人。创世神这封禁设计的够恶心人的。那怎么办？如果我不是持有者本人，但能证明持有者的债务是被强加的，这封禁能不能绕过？逻辑允许，但需要征信杯提供强加债务的客观证据。那就得靠那块碎片里解锁的数据来证明。但他自己被封禁了，打不开，所以还是回到了原点。这道封禁线是创世神的灵力所铸。如果我找到绕过封禁的后门呢？
他那种人，不可能不给自己的权限留入口。逻辑上可能，你需要找到创世神当年使用过的原始权益密页，密页在地下仙坊的旧金库里。地下仙坊的旧金库，那不是苏婉晴卖债权的地方吗？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要去10天吗？碎片被创世神的封禁锁住了，得拿到他的原始权限密钥才能解锁。那玩意儿要是真有，审计司当年能没发现？凌晨说，在你爷爷在旧档里看到过。还真是的。这金库早就废了，里面剩的都是些没人认领的老物件。这玩意儿就是原始权限秘籍，看着倒是挺像那么回事儿。检测到创世神遗留权限密钥，验证中，验证通过，密钥有效，可打开初代杯碎片封定线。这回不用绕远路了，走，再去一趟灰白区域。我跟你一起去。这地方比基站那边阴森多了。欢迎回来。封禁已解除，债务原始凭证解锁完成。该债务为系统强制执行，非持有者本人借贷行为。写了，白纸黑字写着非本人借贷。你的个人负债已清零。那征信杯呢？它现在算谁的？征信杯现有20层，且持有者已证明自身清正。根据信用体系法则，征信杯仍归你所有，直到你主动选择转让或解散。你自由了，你的债清了。债清了，但征信杯还得继续维护。三界那边还有5块碎片要收。你打算歇几天再开工？歇3天吧，就当给征信杯放个短假。你的债还完了，那我这个信用分身是不是也该解绑了？我随口说的，不管你歇几天，我都给你守着征信杯。主人，那灰白区位剩下的部分还探索吗？先放放。债虽还完了，路还要继续走，还有很多旧账要翻一翻呢。